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说哦，日本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其实日本的营业额其实是，好像我们 Riway 第3年、第4年的营业额了。好，所以给日本一个掌声 ，Very good。好，所以那一天呢，我听到我们的新加坡总经理好兼我们的 CMO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Claudia Ong， 在新加坡一个见证大会。好，他讲过一样东西，我听到非常有感触。好，趁今天刚才 Andy 在这边讲，所以 Andy 他不是其中一个，他不是一个，只有他一个以前这么惨。其实我们有很多领导人以前都很惨，好，都是破产的。他讲到一个人的故事，不是故事了，就是一个 conversation， 他们平常一般对话，就是我们的飞马领队4当 Kim Lee， 他跟 Kim Lee 那一天 Kim Lee 应该是有分享哈，然后呢 Kim Lee 就感恩 Claudia， 就是说哇要谢谢 Riway 啊，没有 Riway 就没有今天，然后 Claudia 就很自然的，通常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回答，说啊，这是你自己本身努力出来的嘛，也是这么多人加入 Riway， 对不对啊？也是没有说你赚的比你好，做的比你成功，这是你自己本身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 Kim Lee 直接回答他一句话，他说 ：“No， 不是这样的。”他说在 Riway 之前，他也很努力啊。甚至比在 Riway 还努力，结果努力到破产，努力到想要从他的家楼上直接跳下来，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欠了一屁股债。哇！我听了过后，我真的非常有感触，也突然间觉得他这样的一句话，哇，责任非常的重大。所做的每一个决策，接下来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非常认真的看待。这就是 Riway 会自我，就是单这样的一句话，在台上讲的一句话，我们都会自我期许、自我反省，跟自己本身讲说我们要做得更好。所以 Riway 你看，它就是一间愈强越强、充满战斗力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给 Riway 一个掌声。态度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从第1代到第6代，哪里有保健产品会去进步的？没有的。我们要加多一个成分，要加多一个技术，没有第2家公司会像 Riway 这样把它还是原本的那个产品。通常加多一个成分就多一个产品嘛，再多一个成分就再多一个产品嘛，是不是啊？那么对公司的这个利润，我们讲说，的业绩也好，利润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帮忙嘛。不过 Riway 并不是这样哦，加多少成分也好，从第1代的6个成分到今天的12个成分，翻了1倍，还是在同一个产品，甚至它的成分是越来越好。我们找的成分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难找的。都是非常珍贵的，在同一个产品里面。基本上很多人就会认为这个是傻的。做这样的决定的人真的是有点傻。而且他并没有最好笑的、最可笑的是，价格没有改变，成分改变增加了，包装越来越好看了，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包装真的很好，我觉得拿在手上，我就觉得我的病好了50%。不过不管怎样，什么都好了，什么都进步了，什么都增加了，只有价格没增加，甚至还减。为什么会减？因为有通货膨胀嘛。因为市场会有 inflation， 会有通货膨胀，钱一定会越来越小的嘛，是吧？所以10年前的3688和10年后的3688肯定是有差别的。好，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还在卖3688，就是说这个产品越来越便宜哦。
所以你看，从产品就已经是一个单产品，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了，就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些所作所为，它的这个出发点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业绩，它为了制造一些故事，让更多人可以加入。它的关键在团队，它要帮忙团队制造故事。不管怎么样，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最新的这个 Pattaya 胎盘素第6代的一个新的视频，我们来看。追溯过去，探索未来，累计10年的经验与心得，将经典发挥到最极致，呈现最唯美的一切，突破寻常，以完美为前提，屡屡创下佳绩，缔造无限传奇。这就是我们对所有人的承诺。掌握一手的精品，一手掌握的健康。Pattaya 胎盘素第6代，为您掌握最完美的人生。无以计算的反复测试，让保健与高科技并发出璀璨火花，从不停歇，寻求突破，克服局限。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冻干保存技术，完好保存成分新鲜度，使活细胞维持3至4年的生物活性。氮气活胶囊技术，注入氮气，使得细胞不被氧化，完好进行保存。肠溶包衣技术，抵抗胃酸侵蚀，保护养分直达小肠，大大提高养分吸收能力。乳化分解技术，促使较大颗粒分子可通过胆道乳糜微粒被人体吸收。生物活性胶囊技术，有效促使活性高效成分迅速在小肠溶解，提高生物活性60%到80%的吸收率。每一项成分精心搭配，万中严选出最适合您健康所需之成分，淬炼、凝聚、蜕变、升华。我们的坚持满足您的需求。鹿胎盘素第6代萃取精华提升至100:1的浓缩度，超浓醇的精华带给您更为非凡的健康人生。奔跑在最尖端的科技，幸福于最认真的研发。海洋胶原蛋白生态，10倍更良好的摄取能力，反复测试，追求最精准的黄金比例。结合艺术的独特佳作，聚万般优势于一身。苹果多酚，自100颗苹果中提炼的精华，随时随地完美为您补给养分。超越医学的神圣使命，体验尊贵奢华的保健待遇。褐藻糖胶，终止受损细胞在体内延续，重新焕发体内机能。一场属于辅助品的革命，一次创新突破的进化论。核心要件，开启人体的深奥密码，严守监控，保障健康稳定运行。成分的先天优势，结合高科技的先进条件。Pattaya 胎盘素第6代将我们推至更高层次的保健领域。小小一颗，就仿佛拥有了整个宇宙。您的信赖给予10年品牌更多信心，更多勇气。一如往常，给予您最好的，加倍呵护，凝住时光流逝。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呢，会觉得OK 咯，还好咯，不错不错。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代的产品，当我们拿到38罐样品的时候，我们 Riway 是从38罐样品开始的，它的那个瓶子是没有，就是普通的瓶子咯，它没有就是标签，没有任何标签的，就是空的瓶子。标签自己做，我自己做，然后我自己 print， 自己连，盒子自己割了折了过后自己放，然后一样的7盒卖3688。好，今天我看到这个，我已经非常非常感动了。当时我们当然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是能够做到，更何况是今天。当然我并没有说今天很容易，我并没有这样讲。不过相比之下，的确容易很多。所以有可能今天你面对的问题，你觉得很难，所以你要记住，很难，它并不代表不能够。很难，它并不代表不能够，因为有人更难，他都能够做到。所以你要永远相信，如果别人能够，你就应该能够；如果别人能够，你就应该能够。好，不过不管怎么样，今天我的主题并不是这些，我还没讲到我的主题好，今天的主题是原则。刚才我讲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从国家的法律到社会的一些道德原则。在规范着我们，到组织有组织原则，公司有公司做事的原则，做人都有做人的一些秉持的原则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做一个人，到处都有某一些原则，包括在科学上都有一些定律，物理上物理学的定律啊，我们讲说，热能学的 thermodynamics 它也有它的定律。今天活在这个宇宙里面，就有某一些原则在规范着我们。有些原则你可以去犯，就好像国家的法律，你可以去犯，没问题的，只要你不要被抓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对吗？只要你不被抓，没人知道就没问题的。不过有一些冥冥中，就是说它在我们的四周围的某一些原则，你必须要遵守。要是你不遵守，就会有严重的问题发生，就会有一些代价必须要付出。自然界有自然的规律，自然规律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必须要去跟从。你不跟从，你就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好，那么当然，自然的规律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不过它是存在的，同意吗？它是存在的。我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地心吸引力存在吗？地心吸引力是存在的，你不可以说，我不管了，我从25楼跳下去，可不可以的？你试试看，你一跳下去，你会怎样？当你违反，你不相信这些规律，你不要去跟从这些规律。我跟你讲，有地心吸引力，你会掉下来，你不相信，你从25楼跳下来，你是不可能会飞的，同意吗？你从25楼跳出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飞这边的，还是飞那边？你不会的，你会直接掉下去，你就会死亡。相同的，就是说，今天自然规律我们看不到，不过它是存在的。要是我们去违反它，你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甚至于死亡。组织有组织的原则，组织有组织的规律。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些组织，我们必须要去跟从一些组织的原则。要是你不跟从组织的原则，当然结果绝对是不会有组织咯。如果你没有跟从组织的原则，而你有组织，而这个组织也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好，那么在 NDO 里面 ，Riway 的一个主要的基本培训，我们叫 NDO（New Distributor Orientation） 这个课程里面就有提到5大原则，对不对啊？今天我用最短的时间里面赶快带过这5大原则。虽然我重复过，不过我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所以我想要趁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再一次的。我们复习一下这5大原则。好，第一个原则，消极不往下。消极的东西，你绝对不可以跟你的组织里面说，你不可以
跟你的下级说，说出来的话一定要是正面积极的。Why？ 当然我们不可以死跟，我们当然还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这个是组织的原则，这不是我想的，这是一直都存在的。你要建立一个组织，首先你必须要很正面积极。为什么？因为一个领导人，组织的头，一个领导人，怎么称为一个领导人？因为他能够以身作则，他能够以身作则，他能够先扮演一些他想要他的人扮演的角色。所以在直销界里面有一句话：你就是你自己本身最好的下线。你就是你自己本身最好的那个下线。你有一个最好的下线。好，这个为什么叫最好的下线？一定有你的理由嘛。有可能他正面积极，有可能他很会配合，有可能你讲什么他都跟的，有可能你做什么你还没有讲他都已经冲了，有可能你还没有推他，他已经产生很多的业绩了。对了，这个最好的下线就是你。你必须要先把它扮演出来，你才有可能在你组织里面出现这样的下线。如果嘴巴一打开消极的，嘴巴一打开埋怨的，嘴巴一打开都是指责的，做不到任何的目标，达不到任何的东西，就整天指责别人，好说别人这个，那么你肯定是不可能会有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团队。所以今天你在思考，为什么你的团队不可以大？为什么你的团队这么多负面、这么多问题？这个时刻就要开始检讨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到底我嘴巴讲出来的话，有时候是什么话？都是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检讨的时候。好，如果你的组织有问题，那恭喜你，恭喜你，因为你马上就有答案了，因为那就是我们思考的时候。好，所以 VV 是怎么样来的 ？VV 的原则是怎么样来的？创墙创出来的。好，创墙创出来的，才会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有某一些人在制造团队的时候，在制造组织的时候，创到头破血流而写出来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消极不往下，第二个新想法往上，有任何新的想法、新的做法，好，不是在我们 VV 里面复制的范围里面的。先跟上线讨论，先跟你的上线讨论。如果讨论了过后，那个答案不是你要的，你就一直要往上，一直找到一个答案你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最重要、关键的东西就是复制 （duplication）， 复制。因为只有复制，才会有倍增。今天你的组织一直停在目前，不能够做大。里面肯定是有一些复制的动作断层了。好，所以你的组织要倍增，唯一的方法也只有复制。我时常讲，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电脑 ，Apple 电脑，这个 Apple 的电脑 ，Apple 是不是做一台而已？它做几台？哇，很多很多台。为什么它可以做很多很多台？因为每一台都一样，是不是啊？因为每一台都一模一样，这个款式的就全部一模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它只需要做一个模，咚咚咚咚，很快的，它就可以做很大很大的量。所以你看，复制它才会有很大的倍增，很大的量。要是这个 laptop 呢？这一架是这个形状的，另外一架是那个形状的，里面是那样的，每一架都不一样，它会不会有很大的量？它不可能会有很大的量。相同的，今天我们的组织也是如此，你的组织要倍增，你一定要有复制的机制在里面，而且必须要从自己本身开始。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在直销里面，你要最快的速度。超越全部的人的，就是你必须要复制100%，模仿100%。为什么？因为模仿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刚才 Andy 有讲得很清楚，我要这样穿就能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穿是不能成为百万富翁的。
好，不过他相信啊。哦，如果我这样穿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老实说了，我穿10件我都穿了。不过现在日本没有问题的哦，在日本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耶。我们在国外，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比较热带的地区哦，我们在热带的国家，这样穿很像神经病这样。不过在日本，我发现到满街的人都是这样穿哦，感觉到好像满街都是 VV 人这样哦，是吧？我们给日本一个掌声，真的哦。我发现到反过来，哦，在国外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人是普通，就是穿普通衣服的人，来到 VVH 全部穿一样的，对不对啊？不在日本反过来的哦，在外面我看到很多 VV 人跑来 VV 的时候看不到人家这样穿，为什么？可能还没有开始，对不对啊？那证明是什么？还有很大很大的机会在那边。哦，好了，不管怎么样，里面有复制的机制。那么 tree 旁极之间不交叉，这个人什么是旁极？旁极就是不是上线，不是下线，就是旁线，就是旁极。你看到这个人，他不是你的上线，不是你的下线，他就是你的旁线。好，旁线之间尽量不要交换联络号码了，因为什么？第一，没有利益上的关系嘛，是吧？你跟他是没有利益上的关系，好。所以呢，通常我们都旁线之间不交叉。当然，在 VV 里面或者在直销界里面都会听到，平常我们在外面都会听到一句话，英文叫做 "See you at the top"， 有听过吗？我们高峰相见，你们看过、听过？啊，就是说，可能说今天我们比较成熟，哈，旁极之间我们也不会去牵涉到别人的利益，好。不过你不可以担保全部的人都是这样啊。你不可以担保你的组织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要做复制的动作，先从自己本身开始。我们不这样做，啊，我们就有一些故事，好，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就可以教育我们的组织的人。所以旁极之间不交叉，要交叉可以啊。哦，所以我们在 VV 上层、高层那些前面的20强、30强都交叉到乱了，全部都是好朋友，全部都是好朋友。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see you at the top， 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成熟，很了解这个行业，各自都是很大的领导人了，当时也不迟，好，所以旁极之间不交叉。下一个，金钱不纠纷，哎呦，这个就比较，当然，在某一些时候，就是我以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老实说，我不是很赞同的，好，当然金钱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我知道。有些人视钱如命，这是真的。1、2毛，1毛、2毛，1块、2块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所以才会有这一条。不过我个人就是从事直销一段时间，通常这个问题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不会让它发生，就是它不会有任何纠纷，一直到今天，VV。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有纠纷，你觉得你有损失 ，VV 的第一个反应，或者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觉得你损失多少，我补偿给你就好。我不会有任何的什么觉得哇你吃我的钱啊！当然有些人会有恶意的来吃你，当然这个是不用讲，这种是不用谈。好，某一些我们真的合作的，比如说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配合的。某一些东西，他们都知道 VV 的性格。某一些东西，你们觉得你有所损失，我们不会有第二句话。你觉得你损失多少，我们就补给你。这就是 VV 一贯以来的作风。我不觉得这个是一种牺牲，我不觉得，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其实并不是钱。就好像刚才 Andy 所讲的，我们不能追钱，追钱的话，钱跑得很快。我们把组织弄好，我们把基本功弄好，我们把我们的技巧磨练好，我们把我们的经验累积的好，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一直做，自然而然会有业绩，会有业绩，自然就有钱嘛，何必去追那个钱？你也守那个钱，那个钱就会跑得更快。为什么？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眼睛注重在什么？团队。我们可以投资一切在团队。就是为了他们哇，心里很舒服，心里很平衡，那好嘛，就每个人就留下来嘛。所以我曾经学过一句这样的话，
从我以前老板学的。后来我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我也送他同样一句话，我也时常跟我自己本身讲，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啦，到今天还是这样觉得，财散，当财散，人才就聚；财聚，人才就散。当钱财聚在一个人身上，其他身边的人才就会散了。当财散出去给每一个人的时候，人才就会聚在一起了。今天你看到 Riway 的团队，刚才某一些视频也好，什么都好，你这样看，这样的一个团队，在市场上很少见。这样的一个团队，这样团结的一个团队，这样整齐的一个团队，它里面肯定有一个原因，最大的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人会聚？因为财散了，很明显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领导人，哇，他们赚的收入啊这些啊，甚至有些人比我高。我告诉你，我打从心里了，先不要讲开不开心先了。从心里面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还早了，这个的确还是小钱啊，真的。真的是这样哦，真的是这样，还早，所以当然，金钱不纠纷的意思就是说，金钱的东西要弄清楚。不过个人看法是，财散人才聚嘛，弄这么不清楚做什么，对不对啊？弄这么清楚做什么？你会还回给你的，他会还回给你的哈。就好像我们吃饭，你不用想跟 Riway 吃饭 ，Riway 说要请客，然后你去还钱，没有可能的。我们会把整个那个饭店给它拆掉，如果你去还钱，我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的，马上就翻脸。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会在 Riway 慢慢就有这样的文化，都是真给钱这种吵到半天的，而且技巧越来越好，真的，再给 Riway 的领导人一个掌声。一流的，这样的朋友很爽的，在外面通常要付钱，就是哇皮包顶住的，拿不出来的，对不对啊？永远拿不出来的，哎呦，很讨厌的，好了，那么第5，感情不纠纷，哎呦，这个的话，这个很严重，可能可以讲一个故事。你看 Riway 有时候我们的教育的形象建立人家已经把你当作神了，人家把你当作你可以解任何问题的，人家已经可以把你当作是，如果组织人犯错都是他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的那种，的确是真的。不过有一天我在家里，坐在书房里面，在做我的事情，半夜3更。突然间，我书房的门开通常那个时间没有几个人敢这样开我的书房那我一看，是我的一个佣人，就是我们印尼女佣。我家里有3个印尼女佣雇我父母亲的。那么他开门了过后，他的头又不敢伸出来，可能我长得比较有威严的样子，是吧？不过他的头就不敢伸出来，他就慢慢这样出来过后，他讲Sir，我说怎么？他说你的朋友来找你耶。我的朋友 ？OK 了，叫他进来咯。然后我等了很久，还是没有进来，他们就站在门口，还是不敢进来。我就突然间有2个女的跑出来，突然间出现在我家而且我的佣人已经开门给他进了。就是说，他们说是 Dr. Lin 的朋友，他就开门了。哇，太危险了这个不过那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后来当然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好事，后来我才有机会教育嘛。这2个女的一走进来，有一点来势汹汹这样走来到我面前，我就说你们是哪一位啊？他说老板我跟你讲我的老公他在组织里面动其他的女人什么，我就等一下，我说你老公是谁？他就跟我讲一个名字。
我听过。好，你继续讲。他就哦，这讲了，我就等一下。那么你是谁？我就指另外一个。他说哦，我是他朋友，这有关你的事吗？哦，我是陪他来的。哦，好，你继续讲。然后就讲，哇，就讲到话，老公讲，你们 VV 哦，一定要叫什么？我等一下，够了。我说请坐。他一坐下来，我说，第一，我不大认识你老公啦。第二，我也不是你老公的谁啦，我不是他哥哥，我不是他爸爸，我不是他孩子。第三，我是可以帮你啊，我可以帮你报警，抓你老公啊。不然你要我怎样？你觉得我可以怎样打他？我就教育了他一轮。也就是因为你这样的，连你都敢来找的话，难怪你老公要出去外面找女孩子啦，是吧？给我训了一顿哦，我把他赶出去。后来我就觉得，哎呀，的确也真的是问题啦，是不是啊？我们先不要去埋怨那个女的会不会做人，我们先不要去讲这个东西。我要讲的是，在一个组织里面，它一层一层的有上线、上线、上线。我们一层一层的介绍，慢慢的你就会有一些力量。比如说今天你sponsor一个人，然后在直销的运作过程当中，里面有 ABC 法则。今天你的下线要介绍顾客给你的话，他一定要在顾客面前先把你的价值提高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运作的过程，不代表你真的这么厉害，你知道吗？不过慢慢，我们的这个术语哦，在直销的术语叫 TR， 推崇，一层一层的推崇，一层一层的推崇，到最后你在你组织里面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直销的某一些做法。当一个人这样讲，他是个人的看法；当很多人讲，那个是事实。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利用他很高的那个推崇，然后去动组织的女孩子，是不是啊？哎呀，刚好那一个人又有老公，刚好那个人又有老婆，他就会有纠纷，同意吗？他里面就会觉得，就会怪整个环境，甚至连累整个公司。所以有人会跑来我家嘛，是不是啊？连家里的事情都要管，不，的确，我们真的很给薄的，我们真的是很多事，什么都要管一点，这是真的。希望说每个人都会有全方位的成功，这我也是希望的，真的。不过，我是觉得要利用这种推崇来才可以追到女孩子，那没什么水准呐，是不是啊？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以前我的上线一样啊，年轻人气血方刚，是不是啊？又有上进心，又被推崇的很高，就比较容易咯，是不是啊？他们就会利用这种东西，那是很不对的。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不对了。第二，我的上线第一次动了过后，还要帮他处理。因为我们要保护上线嘛，是不是啊？我们是一个最好的下线，我是我自己本身最好的下线，你相信我。要保护上线，因为我希望我的下线保护上线，我还要去跟我的那个女下线叫她离开我公司，离开我的团队，离开我的公司，为了保护上线。这个是漂亮了，是吧？当然你会觉得哇，我上线鸟人，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为大局着想，是不是啊？我告诉你，相信我，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从头开始学的是怎么样把人带进来嘛，从来没有学过怎样把人弄出去哦。那个谈法很难哦。我在开车要去他的家的过程当中，想了很久哦，都没有谈法，都没有方式。哦，后来真的是硬的。命令他离开，这是真的，而且不是一次，
2次、3次。当然还好，我们埋怨指责别人也没用。最重要的就是，我知道那个感受是很差的。你最好的那个下线，你最好的那个领导人的感受都不好，更何况一些平常的一些下线，他马上就跟你变敌人，是不是啊？何必呢？外面很多啊，不好在组织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拿豆肯尼最讨厌就是这个，绝对不犯。不要说组织里面，员工里面都不可以。他很排斥这个东西，为什么？尤其你跟他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决的，因为应该是中过吧？不是他中过，因为看过他的那个代价太大，他就每次讲的，不要在赚吃的地方，不要在吃饭的地方大便，是不是啊？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大便，不要做这种事情。吃饭就吃饭，大便就大便，是不是啊？他的语言是这样的。哦，不过我们这个东西不是不可以说，有些人把这个东西解读成不可以谈恋爱，不是不可以谈恋爱啦，这是人性，你那可以阻止人家不可以谈恋爱，不可以有纠纷，纠纷啊！你去动人家的老公。你去勾引人家的老公，勾引人家的老婆，不可以了，那就不对了，是不是？尤其在组织里面，在外面都很严重啊，不要说组织里面，是不是啊？它一层一层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网络，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好，所以要控制得住，好，要分得清楚，要知道来这里是这目的。好，组织的5大原则没有问题的，可以犯的。这就是组织的5大原则嘛，它可以犯的。不过你相信我，这个自然的规律它是存在的，你完全可以不相信它。不过有一句话，它一定会还回的，你一定会还回的。就组织一直停滞不前，肯定有某一些坚持是不对的，不是第1条就第2条，不是第2条第3条，通常都是这样。好，所以那天我跟 Simon 在我的台湾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聊天，我们就讲到这种自然的规律，可以从自然界里面学习到很多东西。刚好我的墙壁就有一句话，好，那一句话我研究了很久，它是一本经书里面的其中一章。好，这本经书叫《道德经》，有听过《道德经》吗？好，几千年历史，《道德经》。由老子这个人所思考出来的。老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非常非常伟大。今天他的思想能够流传到今天，所以那天我们就有讨论到，为什么老子可以讲一些这么有智慧的话？为什么佛教的释迦牟尼他能够讲出来的话是这么的有智慧？他的佛经里面多么多智慧，几千年后到今天。还流传到还可以受益，人都受益良多。当时没有 Internet 找资料的当时人与人之间也没有电话沟通，也没有pager，也没有说有什么行业可以做，可以聚团队，没有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在我做直销的过程的这20年，我们就开始明白了。我开始明白了，这些伟人甚至已经被神化的人变成神了，他们肯定是领导人，他们100%是领导人。只有在建立团队，人与人之间有摩擦、有问题，在搞团队的时候。有问题、有摩擦的时候，他才可以悟到这么了不起的人生道理。可以从自然界中学习，他们肯定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莫名其妙的问题，在组织里面。所以这些组织的人才会慢慢把它流传到今天嘛，就是因为组织啊。所以组织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真的你去跟从组织，真的越来越大的时候，有可能有一天你变神哦，是不是啊？当你真的了解组织里面的运作，怎么样去影响人，怎么样去带动一些人，而你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几千年后你是变神哦，因为的确有这样的例子啊。不过那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这个，那一天我们要讲的是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的其中一章，《道德经》整本书里面才5000多个字而已，它就能够形容整个宇宙。它里面有一章，第8章就讲到水，上善若水。什么是上善？善良的善，有上中下，它是上的善，最好的善，就好像水这样，水是最好的、最善良的。他做了什么东西哦？所以很多伟人，比如说李小龙比如说很多都会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跟水学习，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是自然规律，水我们每天都看到。不，我们到底跟水可以学什么东西呢？在《道德经》里面有讲到，当然我不会今天分析整个《道德经》，我讲它第一句话就好了。第一句话是这个：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所以它是头2个字，水善，水是善良，是很好的，水善。然后利万物，它可以帮万物。今天你要做什么东西都需要水，同意吗？你煮饭需不需要水？需要。你要活下去都需要水。你要建制做主屋起来，你都需要水。什么东西都需要水。水可以利万物，可以帮到全部的东西，而他自己他不跟人家争。为什么说水不跟人家争呢？因为水是往低处流的，他宁愿自己本身在低的地方，他要帮人家上去。哇，多伟大！水多伟大，对吧？它可以帮助全部的东西，而他宁愿自居在地下，就是往地下流。接下来一句话是“处众人之所恶”，就是身在全部人都不想要的地方，就是你甘愿自己本身在别人不想要、最讨厌的在的地方。每天都要洗澡，对不对啊？你们不洗澡啊？好，我们每天都要洗澡，对不对啊？每天都要洗东西嘛。比如说这个东西肮脏，用什么洗？用水洗。那么水洗了过后，这个东西干净了。那么什么东西肮脏了？水肮脏了。多伟大！它可以让别人干净，宁愿自己肮脏。你看，水我们每天都看到，我却悟不到这样的道理，同意吗？却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伟大。经过人家的一解释，有可能你也不知道，不过一定有某些人听到，对我们可以从自然规律里面学到某一些东西，从某一些原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说我们跟从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会达到大成功，会做到一些伟大的事情，因为水很伟大嘛。我们就从中学习嘛，所以不要小看那些原则，千万不要小看那些原则，因为其中一个自然规律我是非常喜欢的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一直会跟我自己本身讲的，就是这个规律叫做补偿的规律，英文叫做 law of compensation， 补偿的规律。什么是补偿的规律？就是种瓜，你得瓜；种豆，得豆咯。有没有可能种豆得瓜？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要是不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时间还没有来，对不对啊？对。今天你种什么因，你一定得什么果。为什么？因
因为你种玫瑰花，你不可能出来一棵大树的，不可能的嘛。你一定是种出来就是玫瑰花嘛。你种的是刺，你出来的肯定都是刺。你不要种刺啊！你要求全部都是玫瑰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身边这么多刺？身边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身边这么多不好的人，身边这么多恨人家害我，身边这么多人家不喜欢我。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是玫瑰花？为什么？种花。为什么这么多刺？种刺，这么的简单。为什么组织一直做不起来？要想了，是不是我违反了某一些规律，违反了某一些原则？好。所以要记得这个补偿的规律，你跑不了。今天你发现到，我也没有吗？我也是每天混我的下线，骂我的下线，消极往下吗？埋怨申诉啊，我组织也是大啊。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善恶要是不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然后最好是赶快来，他的报应最好是赶快来。然后你要感恩啊！有些人等了10年他都不来，你就浪费多10年的时间。我们不可以怕说，哎呀，做错了过后我们怕，不可以。我们要在尝试，我们从中学习。不要怕犯错，然后付出代价，不要担心。因为我们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然后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这是我每次跟我自己本身讲的。要我去犯这5大原则，这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的目的是来成功的，因为我是要成功的，我不是来这里开玩笑，来这里玩玩的。所以我是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我是绝对不会犯。你绝对不会在我的嘴巴里面听到一句消极的话。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对你们也好，对我家人也好，我讲出来的话都是正面积极。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本身个人选择，这是我的选择，所以我身边都是花，因为那是我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句话，叫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规律，我相信这一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要去跟从的，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对别人就很容易宽恕别人。严格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允许我自己犯错，没问题。当然，如果别人犯错了，我就不允许了，就算我犯错了，我就要从中学习。如果自己不小心犯错了，我只给我自己本身1次机会 ，one time。我只可以做错1次，我绝对不会给我自己本身第2次机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给你们一个例子，信用卡，年轻的时候，24、25岁的时候，第一次说，有收入就可以申请，跟银行申请第1张信用卡，哇，好花好用嘞，刷，爆了还不了，怎么办？申请第2张，再刷，或者说来补第1张，然后申请第3张来补第1、第2张，申请第4张来补第1、第2、第3张，到最后10张，没有银行相信你了，信用破产了。学到了，是不是啊？求人帮忙了，求妈妈，求爸爸，求阿姨，是不是这样？很多人都经过这个过程，我经过1次。从那天开始，我没有1张信用卡，一直到最近。因为最近有一些原因了哈。后来就是说，你有信用卡，它可以给你很方便嘛，对不对啊？它可以让你很方便，它可以就是说你花了你就付钱就可以了嘛，对吧？为什么你要坚持到20年呢？坚持20年，我没有信用卡。有时要付信用卡，他又不可以用银行卡，就要用信用卡，我又没有信用卡，很麻烦，弄到自己本身很麻烦。就因为我犯了1次错，我就永远不会再犯。
这么小的事情我都会这样坚持。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行业，在这个生意里面呢，我会多坚持吗？更可怕了，对不对啊？因为这种是个人的东西嘛，我都这样坚持的话，更何况这组织会不会成功啊？成功原则啊，这些组织原则，我更不会去犯。甚至我身边的一些下线，好像以前 Claudia 他们申请到信用卡，他们不敢拿给我看的，绝对不敢的。因为他们给我看，哇哇哇，我就会哇哇哇哇哇，手提一打开，剪刀一拿出来，咔，剪掉。甚至有一些下线直接翻脸，有一些下线直接翻脸。我一剪掉的时候，我就丢给他，我继续做我的东西。他直接翻脸，也有的。甚至我身边靠近的都不可以拿，你可以想象多严格。所以 ，Reway 就是因为这样，只允许自己本身犯错一次。槟城以前在室内体育馆有一场表扬大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没人来了30%。下一次去，我就要他100%，就是我们只犯错一次，我们就避免掉那个错误。不要因为害怕错误去做。有很多人犯错过一次了过后，哇，他怕了，哎呀，等一下，他这边前面怕虎，后面怕狼。我们还要是敢去做，不过一定要避免掉第一次的错误。你要去思考第一次错误在什么地方，然后很严格的对待自己。Reway 来重复多一次 ，Reway 就是只允许自己本身犯错一次，所以呢，你会发现到 Reway 有很多原则的，对不对啊？Reway 是很多原则的一家公司，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动，那个不可以动，真的是这样的。然后今天我的责任就是在这边分析一些原则，因为时间关系，我用最短的时间里面讲。Reway 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我只分享3个而已，就是他很坚持的从零开始，这是 Reway 的原则。10年前我们开始 Reway 的时候，那时 Claudia 跟着我，我说我要开始 Reway。他是什么？他是我做什么他就跟着我什么的。就算别人外面有很多人重金要聘请他，他都不会去的。就是我做什么，他就是跟着我做什么。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任关系，不需要讲话的，眼睛一看走他就走的那种。他可以谈产品谈到一半，谈之前那家公司的产品谈到一半，我一个电话说要离开了，他关了就走。可以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说，人生过程当中，有多少个像他这样的在你生命中？你叫他走，他就走，那种100%信任的，而且当然是有能力的啦，不是那种傻的，你叫他走他就走。我说有能力的，有一点能力，就是他在外面也可以生存的。不过他的对你的信任是那一种信任。我说在人生整个过程，有些人70，有些人80，你有一个，我觉得你就不枉此生，同意啊？一个就够了。有些人真的去思考这样啊，所以对，有些人组织很大，可能一个都没有这样的人。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树倒猴子散，是吧？没有几个真的会站在你旁边。所以我们到底要是一个怎样的人才会是这样？我相信今天 Reway 有很多了。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知道彼此的性格，我们知道彼此会是怎样去处理事情，多认真。当然，我们不要等到倒嘛，对不对啊？才知道嘛。不过我们眼睛要看得到，要珍惜啊，要珍惜。好，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很坚持一样东西，从零开始。我们从来不找投资的人。那么很多人讲说，不找投资的人，那么钱哪里来？不是没钱，还是有钱的那时候。不，我们还打算从零开始。从零开始的意思就是说，用产品一定要能够销售出去来换钱，然后有了钱再买产品，再把它销售出去，再换钱。所以你看，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钱。钱是什么？不是人家投资进来的多少钱，那个不是钱。
不是政府那时候有什么公司有什么 grant 啊，你开了一家公司，好中小型企业政府会赞助多少1万2万块新币，不是，这些我们也没有申请过，虽然能够，我们也没有申请过。或者跟亲戚朋友借钱没有，因为我只知道什么是钱，钱就是我买这个东西3毛钱，讲3块钱了，买这个东西3块钱，我卖这个东西5块钱，它的差额2块钱，它的利润是2块钱，那2块钱就是钱。我要更多钱，我要卖更多这个2块钱。好，如果我要更多人在卖这个产品的话呢，我就要把这2块钱分给这些人。可能我只赚2毛钱，然后我就越做越大，那2毛越来越大。你要讲，对我来讲，这个就是钱。所以你看，因为一开始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坚持？因为请问你们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接着下来要来加入 V-Way 的人，都必须要是这样开始的。没有一个人说一进来我给你吹沙，一进来我先给你飞马，因为你长得比较帅。因为你是我的老婆，我给你飞马座。因为你是我妈妈，我给你一个飞马3座。No， 我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是加入V-Way，他必须要从0开始。这样就一开始就设了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原则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公司都从0开始，你们就没有借口了，是不是？非常非常坚持，所以我们从来不找投资人。然后你注意看 ，V-Way 从一开始最需要投资的时候都没有人找投资，不要说现在啦，现在更多人要投资了，是不是啊？更多人要买了，就卖你们50% 的 V-Way， 现在谁会买？哇，很多人抢啊，很多人抢啊！我以为我会卖给别人的，那我不是不卖，我不是。第一，我给你们一个例子。这个我是第3点才谈的，不要紧。好，就是我们一开始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找投资人，不要说是现在，我们姿态更高，是不是啊？我们业绩更高，利润完全可以说 cover 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坚持。第2个坚持也是从0开始的。你会发现到在 V-Way 的舞台上没有外人的，有没有？我们没有请外面的人来谈的，有没有？从来都没有。V-Way 里面的人都是 V-Way 人 ，sorry， 都是 V-Way 人，对不对啊？这个舞台只有做到的人才可以上。刚才 Andy 讲说，我不懂为什么老板给我这样的机会，因为你做到啊。当时他是麒麟 ，Team Elite Monoceros， 5个讲师里面，其他的是凤凰，他是麒麟，我还记得那一天。所以他是最后一个讲嘛，他的过后就是我了。不过当时他没有经验，他很快上来，没有舞台经验，很怕。不过你相信我，因为他在台上哭20分钟，你懂吸引多少人来吗？那天，这一招好用，我说。不过我跟 Andy 讲过后，我跟他讲说，你只可以用1次，你不可以用第2次了。第2次人家就知道是假的，第1次是真的，是不是啊？那一次真的很棒，每个人非常感动。明知道他不会，每个人也能体谅，而且在 V-Way 的舞台没有不好的，同意吗？那这是 V-Way 的文化。在 V-Way 的舞台乱讲话，或者没有讲话，或者在那边哭哭20分钟下去，人家都会觉得好，因为只要你有那个勇气站上来，那就是好。一开始就是这样，一开始不管谁站上台，以我的标准，各位，我看我自己啊，就好像是今天啊，我讲完过后回去以后，我开一些人的 Facebook 来看他的 live。我转回去看他 live， 我看我自己，你知道我祖宗18代全部会搬出来骂的啊，我都会骂我自己，很烂，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为什么我这样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到今天每一场演讲，我都会很严格的跟我自己讲，我讲得很烂。
那么以这样的标准，你觉得我看他们在台上好还是不好？你觉得？我肯定，如果要批评，肯定有东西批评了，是不是啊？如果要批评，什么东西都有的批评，所以那个就是眼光，那个就是你看的角度的差别。我觉得很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做到这么简单，他们做到。在我的组织里面，当我组织只有5个人，有1个人，5个人都没有业绩，1个人卖了1套，他就是第1名了。我觉得是 very good， 一定是好的。我们都是以赞美、鼓励的那种文化。你知道这样的情况一直坚持到今天，你懂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我们在1个月里面可以谈40场领袖培训会，里面有230个讲师。从来没发生过在直销界，同意吗？同意。而且应该是在4到5天里面完成哦，如果没错的话，星期六礼拜，我记得，就是1天10多场的，总共230个讲师，这就是 VV 的团队啊。为什么一开始我们 good， 我们不请外面的人来谈？不要跟我讲那个人是什么讲师，不要跟我讲那个人是什么教授，不要跟我讲那个人是什么明星的。你要站上来，你要先做到，这就是坚持。坚持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从第1天，先给 VV 一个掌声哦。一直到今天今天更不用讲了，要站上来的那个更难哦，对吧？因为今天的冠军和第1名太多，要能够站在 VV 的舞台，哇，真的是要争取了。以前可能你卖1套就可以站上来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做到啊，你就必须要产生竞争的嘛，是不是啊？因为这个舞台全部人站上来的话，他一定踏下去的嘛，所以我们只可以选那几个人，尤其这种1个人的舞台。接下来我一定会制造这样的舞台给你的，不过你要有这样的重量来承受啊，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本身各方面的能力。从零开始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会发现到 VV 哦，他从来不找直销人的，是吧 ？VV 从来不找直销人。直销人就是做过直销的人，其实我就是直销人嘛，我做过直销嘛，是不是啊？不过我们就是尤其是一开始，因为所谓的那些直销人，做过直销的人，他们就会仗着自己有经验，给意见，一来就会先给意见。哎呀，你应该这样做，你产品应该多样化，你应该这样，你应该先去打那个市场。然后真的叫他做业绩做不出，他说：“因为我没有车，你要弄一场车给我先。”哦，因为你不可能要我拿钱出来买产品吧？你看，直销人就是这样。我是直销人，当然我讲的是比较大部分，其实很多都是这样。人嘛，仗着他一点的经验，他就会想要拿一点好处。你可以想象早期的时候，我遇到多少这样的人，很多。甚至很多所谓的直销领导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真的指着我的脸问我会不会做直销。说你会不会做直销的你？我说啊，还要你多直销。我还是坚持那一步一脚印，一直到今天，前排全部。之前没经验。没做过直销，不但没做过直销，排斥直销。你的想法，你有任何的想过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想过。所以故事特别多，技巧特别多，所以我们的组织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这边的人他都没有说哦，仗着以前的经验，以前都没经验，都是从零开始的。你也是从零开始的，所以他是很容易就可以说服你。为什么说可以来做预备？意思也就是说，他也可以帮助你说服你的人，
影响你的人来做 Riway， 是不是啊？我们要利用这些故事，为什么？因为 Riway 一开始的坚持，找空杯。所以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啊，他是用英文这样讲的，他说 ：“The first trouble of the people today, men or women, the first problem is not to learn, but to unlearn。”好，今天你不要跟我讲你每次在学，你学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因为没有打开来看。你真正第一样东西要做的是能够放下以往你会的东西，你能够放下以往你自以为傲的东西。我做过直销，我换过直销公司，我知道换去另外一家直销公司的时候，你要学会 unlearn， 你要放下以往的那个东西。我们这种每天追求进步的人，都非常比登天还难。所以我知道，一般上的人，大部分的人，他如果那家公司做不起来，他换掉另外一家公司，他的结果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里面太满了，你装不进了。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埋怨了。哦，公司不够，公司没这个，公司没那个。所以一开始我们不要，我们直接找空杯咯，直接就倒。好，所以有时候以前呢，早期的时候，尤其马来西亚一个直销王国，有很多直销人大摇大摆走进我们办公室，一看到我们的，以前我们办公室是这样，以前我们的表扬的东西是一粒一粒的。一个照片一个照片在墙壁的，好像这样。好，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照排。很惨的，每次要换照片的，每次墙壁的洞越来越多。现在全部 LED 了嘛，对不对啊？早期是这样，所以每个人进来就会站在那个地方先看，哇，这个。通常一家新的直销公司出来，一般的直销人。一走进来，一看，哦，这个我认识，那个我认识，这个我认识，那个我认识，同意吗？因为直销界就这样小，来来去去那些人，尤其在马来西亚。不过我们 Riway 很奇怪，人家一拜摇拜摇走进来看，诶，你们成功的没有一个我认识哦。所以才可以造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很好带，很团结，很干净，很整齐的一个团队。来给 Riway 一个掌声，一流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是留到下一场谈啊，留到下一场谈。哎呀，还是谈一下啦。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国家，不是那一大块，是下面那一块，新加坡。从新加坡开始，我的办公室比这个舞台还小，也是跟这个舞台差不多一样大啦，差不多一样大。从那边开始，然后呢，我们第一站去马来西亚是在大三角这个地方上面。好，为什么？因为那一边有一个很想要做 Riway 的人。好，过后。我们就在这2个地方做多久，你知道吗？没有去别的地方哦。每天都有人跟我讲说啊，老板，我吉隆坡你几时要开哈？那个怡保几时要开哈？其实老实说，真的，我们比较起来的话，上面那个点是一个镇，那个镇几十万人口，可能10公里乘10公里的一个地方，都是一些老人。都是一些没有在城市的人，就知道这些都是在等死的人。不过对我来讲，人就可以了，只要是人就可以了。这是我在上一场就讲过了。你的组织有多，你能够容纳多大，你的组织就有多大，跟人和地区无关。不是说这个地区比较好做，那个地区比较好做，不是的。你在这个地区你没有办法做50个人出来，你在别的地区你也是没有办法做出来，因为你就能够容纳这么大。好，所以我们在这2个地方
没有去别的地方，每天都有人跟我讲说吉隆坡几时开，怡保几时开，尤其这么靠近的我都没去。新山几时开，甚至有人马六甲几时开，这些都是大城市。我们没有去，我们在新加坡，在大三角多久的吗？2年。在同样的2个地方，就是打这边、打这边、打这边、打这边，就一直这样打，一直这样打。一样东西你一直打，你不要同样的地方，他会怎样？噗，打穿，对不对啊？2年呐、打，砰，穿了。有一群老人相信我。对吧？不会离开了，那种交情、那种信任，不离开了。这个形成组织班底，一个班底一层。接下来来的人，我有姿态，因为他不认识我嘛，有人在推崇我了，我有姿态，我的组织我就比较容易影响，他就越来越容易影响，组织就大了。很多人连班底都还没出来，打这边一个，打那边了，一下子这边死了，打那边了，这边又死了，打那边了，这边又离开了，打了10年，打不到东西。这就是 VV 非常强调的3个字，我们的自己本身的话，锁地方，你必须要能够锁地方，不要贪心。不要跟我讲，我那边有一个朋友要做，我那边那个人如果做会爆没有这种事情。这个地方你自己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做一个组织出来，你去哪里更难，因为你还要费用啊，你还要 travel 啊，你可能还要坐飞机啊，而且你不可以在那边长期啊，你需要在那边住，你又是要花费啊，这不是更难吗？所以锁地方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从零开始。锁地方也是一个关键好，今天带过先。我时间已经到了，给我多10分钟可不可以？谢谢大家。第2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很坚持、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原则，肯定是我们撞过墙、犯过错。我们非常注重排名，因为非常注重排名，第1就是第1，第2就是第2。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刚才我讲到，我的组织5个人，他卖第1套，他就是第1名。我 make sure 全部的人，他的表扬就是第1名。他是第1个 One Star， 他就是第1名。我就会跟全世界的人讲，他是第1名，而且我会表扬他，会给他应该有的荣耀。他不是做戏的，他绝对不是做戏，因为我知道那种感受。我第1次被表扬是在一个20-30人的房间里面，被念名字出来，老板帮我带上那个宾。从那天开始，我知道这种感受是很棒的。然后其他人拍酒，然后我就，哇，很爽为什么？因为在外面很难找到啊，很难得到被认同、被肯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给一个人自信心。我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说要留住一个人，钱是留不住一个人，钱绝对留不住一个人。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才可以留住一个人的心。你必须很用心去做，你必须很担心、很关心。他的一切的一切，他就自然就会留跟在你身边嘛，是不是啊？而必须要出自内心的。所以因为绝对不会单单用钱，我们不会讲这种话，就是说他都已经赚钱了吗？他不会走的啦，这种是鸟话。对于来讲，不可以讲，我也绝对不认同。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赚过这样的钱呢。你赚这样的钱的时候呢，人家觉得你不是应得的，人家给你脸色看，人家训你一顿，你才可以拿那个钱。我告诉你，再多钱我都不要，再多1秒我都不想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的付出没有人认同啊，是不是啊？
所以一开始我要 Reway 制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我们非常注重排名，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很注重人的名誉，我们会给人名、荣耀、肯定，我们甚至还会给能力，我们甚至还会给归属感，各个他不需要的方面。当然我们会有人的，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到在 Reway 的这个会议里面哦，有时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座位。我们很强调的，谁坐哪里，非常强调。你要加入 Reway， 你必须要跟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是不跟这个东西，谁要做第一名？为什么？因为 Reway 有很多那种冠军心态的人，就因为有这个东西。相同的，在你组织里面也是这样，不要人家的，不要说拿一个飞马领队6来比你的一个小的组织，你懂吗？在一个小的组织里面，他妈一套，他就是第一名啊！在你组织里面，你要有这样给他这样的荣耀啊，从小开始。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Reway 的一个表扬大会。比如说，这个是去年3月，不是去年3月，今年3月啊，在台湾高雄的一个领袖表扬大会。这是我们一般上这样的。不过你这样看就看到很多人嘛，是不是啊？不过里面是有玄机的。你就会看到前面这一个是我们的总监 CMT， 一定是站中间，就像现在这样，7个。当然他们坐在正中间，他们是公司的人，他们可以坐在正中间，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能力特别强，不是，也不是能力比你强哦，不是，不过肯定100%责任比你大。他们要扛起的责任是比你大的，所以我这种扛起责任大的就是领导人，我要他坐正中间，每天感受那种压力，所以很痛苦。他们真的很难的，我就最正中间哦，越中间就越大，责任就越大，不是位置越大哦，for 我们的员工，就是 for 我们的同事，然后你就会看到照牌了。当时3月份，最大的是飞马领队6，然后就5咯。你看6了就5、4、4、4、3、3、3、3这样咯，照牌了。你这样看就是人嘛，不过其实里面的座位已经排好。来到今天，你看你会发现到哦，排位一直在变哦，座位就一直在变。来到今天，红色的都已经变了，有些变9，有些变7。有些变5，有些变6，有些从那边砰一下跑在前面中间。那么好了，这样的情况，里面会有竞争吗？里面会有力量吗？请问，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力量而冲。不要为钱做，不要为钱做，钱跑得很快，是不是啊？我们良性的竞争跟别人竞争。他逼你莫名其妙，哎，你上岸了嘞！你发现，哎，所以你看，我要 Andy 买一间屋子，我都要提醒他，他已经有钱买屋子了，他都没有去想过，为什么？一直冲嘛。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有钱买屋子了，他都不知道，我都要提醒他去买屋子。他就不是在追钱嘛，自然而然的钱就来了。好，看看高峰会议，这是我们一个团队，这是我们几月份？9月份在新加坡的 Team Elite 最高峰会议，这种团队真的欢迎你来加入Reway。哦，全世界最整齐的团队。第二种团队我看过的就是军队，这样整齐。好了，先把中间的这8个遮掉。中间那些是管理层，原本是坐在上面。那一天他们主持这一场最高峰会议的，拍照的时候我们把它搬下去。我们来看，一定是从正中间开始。好，第一个飞马领队9，就是来自我们印尼的FND 8 FND。好，然后呢，下一个就是今天分享的飞马领队7，然后就照牌咯。飞马领队6，飞马领队6，飞马领队5，飞马领队4。飞马领队3，飞马领队2，后面那一排
飞马领队1，然后1飞马，然后就天鹰，然后就麒麟，就这样招牌。这是 VV 非常坚持的，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VV 内部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竞争环境，你一定要竞争得起来，你一定要必须要在里面竞争，而里面有庞大的力量，所以你一定要想尽方法做的越前越中间，因为这是 VV 不是开玩笑的。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也不是跟你什么的，就是说随便就可以动摇的。No， 马上人家一超越你，砰，马上位置就换。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别的公司没有。别的公司现在要 implement 太迟了，必须要从一开始就有了。所以 VV 一开始就这样的原则，真的非常感恩老天哦，给 VV 一个掌声。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形容这个。最后我非常重要的就是 VV 会以大局为重。首先，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大局。对每个人来讲，每个人大局都不一样。有些人大局是他自己本身的家庭，有些人觉得他自己本身的身体健康是大局。有一些人在领导群里面，他会觉得公司是大局。那么我个人看法，大局是什么？VV 的所有领导人，这个团队就是大局，公司并不是大局，团队才是大局。团队并不代表一个人，任何一个个体，团队就是一群人，这些人。VV 的服务对象就是团队，就是会员，就是直销商，就是领导人。VV 的服务对象并不是顾客，谁的服务对象是顾客？谁的服务对象是顾客？会员的服务对象是顾客。公司不是服务顾客的，所以有时候这公司的一些顾客在公司吵吵闹闹，我会骂他，叫他出去的，因为他不是会员，他只是顾客，我不要赚你的钱。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服务对象是会员，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利润，我们的所有的投资，都是在大局。任何人想要搞这个大局，都是敌人。我会把他当作是外人，那么就要用外人的手段来对付他。因为我们保护的这个核心就是我们的团队，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后制造业绩的一个团队，对不对啊？所以我每次跟我们的同事讲，我们的真正的责任，最大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包括 business development、operation、marketing， 全部的人，所有的脑子在想要怎么服务我们的直销商，用尽全力，甚至没有 budget 的。我跟你讲，我们有多少资源，我们用多少资源，一直到今天10年了，所以我们的组织才会大嘛。组织大肯定是有一个原因嘛，所以我们有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一个想法。我以最后一个故事来终结今天的主讲。那天有一个朋友，可以算是富二代，父亲非常有钱，在某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我们正在申请一些执照的东西，需要一些关系。他的父亲很多关系，甚至介绍我。哇，你的产品如果通过这个地区进去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说不需要通过一般3-5年的一个流程。当然，我给他知道说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了。他说不一样，这个他就很积极、很正面，就是说一直想要帮我。我就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积极哈？的确，他是真的有他的一个人脉关系的，非常 OK 的一个人。就在那个地方，房地产很多，非常有势力的一个人。然后半夜3更打给那个负责人，然后开语音给我听，硬要我跟他讲话。这种我说我们只是出来吃饭嘛，是不是啊？这种东西我们在工作时间讲，就分清楚。
因为是外面的朋友都是这样。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说，如果申请到的话，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个市场呢？这个产品是什么原因呢？叫我说从哪一个渠道卖？他说哦，去医院和药房里面卖咯。哦，这样啊，叫我不要。他砸掉了。哎，这个市场很大嘞。我说我这个市场很大，我知道你不需要告诉我。我直接就很冷淡了。他会觉得奇怪，这个为什么是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哦？我完全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就在讨论了，你争我往，你讲我讲，你讲我讲。我说这样很简单嘛，你放在医院里面卖，有卖的我好吗？有用我们的方法来卖好吗？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嘛，是不是啊？你放在医院卖，医生为什么会来卖你的产品？为什么来卖我的产品？为什么呢？很多人讲说你这产品这么好，为什么不要放医院卖？有听过吗？这为什么医院要卖你的产品？而你又知道为什么医院卖他会做得很好？谁讲的？你以为做的比他好多少倍？你懂吗？现在。然后重点就是医生，一个国家平均500到1500种药品，为什么他要来卖我们的产品？这是重点嘛？他就用推广咯，就是要投资啊，做另外一个生意的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那么好了，我直接很严格的跟他讲，我说过去10年有一群人因为相信公司，而我们做起来。今天做起来过后，有这样的利润了过后，你要我投资在你身上，然后我们2个人赚钱，我觉得这种叫过河拆桥，我1分这样的钱我都不要赚。然后哇，还一直跟我争呢。然后旁边一个新来的朋友哦，他第一次认识我嘞，他一直看着我们2个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他说：“哎呀，算了算了，你先口头上答应他先嘛。”原本我们是要吃饭的，结果我们争了很久没有吃饭。后来我就载这个朋友回去哦，他就觉得说。他说：“你像包青天呢。”我说：“真的，讲到这种东西，我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开玩笑都不可以。”所以我说：“你是包青天嘛？”不过我真的觉得你的公司可以做。这是千真万确的，刚刚发生的事情哎。可能，哎呀，你不管怎么样了，你觉得我这个他。故事制造出来的也好，它刚刚就发生。我很排斥这样的东西，朋友都没得做。当如果要动到我们 Riway 的组织，我是第一个跳出来保护。所以我时常跟我们的法务部啊讲啊，什么都好。一个顾客，一个会员，如果带一个律师来到我们的公司，如果带一个医生来到我们的公司，带一个媒体来我们公司，要来攻我们的公司的话，要来影响这个大局的话。这个人就不是自己人，我吐，他就是被德明内出去。有什么损失我付给你，我不要你在公司里面，因为你不是自己人，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整个大局。好，所以我讲了这么多，讲到现在，我不懂你的感受什么，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同类的人？最后要的东西是一个团队一起到达目的地。光宗耀祖，不过相信我，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单打独斗很难成事了，很难，真的很难。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现成、很团结、很强的，我邀请你们加入Riway。然后呢，最后我以Riway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那时候8月份15强。每一个人台上讲过一句话，他们的演讲里面，我们抽一句话出来，每一个人抽一句话，把它变成歌词，然后变成 Riway 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合作》，非常好听的歌，真的，我现在越听越觉得好听啊！拍谁？虽然是我写的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邀请前排所有的飞马领队，非常多哦，今天飞马领队上台跟我们一起分享这首歌。谢谢你们的出席，尤其一直留到现在的人，感恩你们。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 very much。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
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呀。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那里等你。一直要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过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 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